阿娘是虎头寨最歹毒的娘亲，刀劈、斧砍、下毒。自我有记忆起，她杀了我107次，寨中人都叫她疯妇。直到我生辰那日，府兵屠尽全寨，两鬓斑白的老侯爷泣不成声，上门认亲。我才知道，那个眼盲、腿瘸、疯疯癫癫，为了一碗野菜粥要与野狗争食的娘亲是平阳侯府大小姐，曾经冠盖京华的第一才女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7岁生辰那日，我的阿爹、叔父、祖父尽数被屠，虎头寨217条人命，只留下2个活口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阿娘。那晚火光漫天，尸骸遍野，我和阿娘被带到老侯爷面前。我以为他要亲手处决我和阿娘，向前迈了一步，伸手挡住阿娘。不想老侯爷卸去头盔，露出了斑白的两鬓。朦胧月色下，我隐约看见他盈满泪水的双眸。10几米的山路，在战场杀敌无数、如履平地的老侯爷却走得如此踉跄。明月，是阿爹的明月。阿爹，对不起你。原来出兵剿灭我全族的是年近60旬的平阳侯，也是我的血脉至亲，我的外祖父。阿娘的精神不太好，偶尔发疯，偶尔痴傻，只有少数时间正常。他愣在原地，好半晌才伸手摸到老侯爷那熟悉的眉眼。爹，几天不见，你怎么老得这么快啊？脸上都是皱纹。老侯爷泣不成声。那些故去的时光不是几天，而是10年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老侯也想起我，他摸了摸我的脑袋，试探性询问：明月，这是你的女儿吗？我有着和娘亲如出一辙的样貌，答案再明显不过，可我不敢叫娘亲。阿娘则是用万分嫌恶的眼神瞥了我一眼。她不是我的女儿，只是一个孽种罢了，骨子里流淌的是最低贱的血。她说完，转身回到了侯府的马车，任我留在虎头寨的残骸中自生自灭。我垂下头，不敢上前。老侯爷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。最后，我还是被人带到了马车上。他眼眸温润，是我见过的最温柔体贴的男人。莫怕，我是你舅舅，是你阿娘一母双生的弟弟。他掏出帕子，擦去我脸上的尘埃。你阿娘没有不要你，她只是受了太多年的苦，不知道要拿你怎么办。等她清醒，一定会认回你这个女儿。他言之凿凿，跟我说起阿娘的风光过往。他说阿娘3岁识千字，5岁诵唐诗，7岁一篇游龙赋名动江城，12岁为外祖父献计，连克北狄3城，15岁冠盖京华，被誉为第一才女。舅舅提起阿娘时，眼睛在发光。可阿娘曾经那么厉害，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如今的阿娘，眼盲、腿瘸，疯疯癫癫，没人叫她才女，只会骂她一句疯妇。舅舅叹了一口气，眸光幽微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美人也一样。16岁时，阿姐不满家中定下的婚事，与一游侠私奔，流书出逃。如果没有所遇非人，阿姐会是大周最耀眼的明珠。舅舅说罢，揉了揉我的脑袋，告诫我，千万不要相信男人的花言巧语，更不要与你娘亲生分，他心中是念着你的。说了这么久，舅舅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没有名字。人怎么能没有名字？舅舅感到惊奇。虎头寨的小孩都有自己的名字，譬如大狗、二妞、三丫之类的。寨中人没读过书，爹娘取的都是贱名。阿爹说阿娘有文化，叫他取名。可阿娘恨我，别说取名，从小到大，他都没有抱过我一次。他痴傻时就坐在地上戳蚂蚁，发癫时就追着阿爹打，偶尔精神正常就对我下手，刀劈、斧砍、下毒，用他能用到的各种手段。自我有记忆起，他杀了我107次。舅舅沉默良久，下了马车。半晌，他又回来了，笑嘻嘻地跟我说：阿莲，我刚问过你阿娘，阿莲是她给你取的新名字。你阿娘说你身世悲苦，希望上苍垂怜。阿莲，真好，我有新名字了。我吸了吸鼻子。阿莲，你别哭啊。舅舅手忙脚乱，拿帕子呼了我一脸。那晚月色很亮，舅舅脸上顶着红色的巴掌印，
清晰可见。我知道舅舅在撒谎，阿娘才不会希望上苍垂怜我。见到亲人后，阿娘的状态越来越好，她很少戳蚂蚁，很少打人，大多数时候静静坐在角落里，只是听见我的脚步声，听见我喊她阿娘时，嫌恶地叫我滚远。舅舅看在眼里，有些心疼，他是个过于善良的老好人，一边担心我记恨娘亲对我的冷眼，为我解释娘亲冷待我的原因，一边担心娘亲日后会后悔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拼命修补我和娘亲的关系。路程走了一半，在破庙休息时，舅舅递给我一盒糕点，这是阿姐最爱的桂花糕，阿莲你把这个送给她，一定会让阿姐对你改观。阿娘会对我改观吗？当然，天下没有不爱孩子的娘亲。阿莲懂事又乖巧，阿姐是个明事理的，一定会看到你的真心。我露出一个期待的笑容，并没有多言。舅舅其实并不了解阿娘。我捧着桂花糕来到阿娘面前，小心翼翼献给她时，却被她用糕点砸了一脸。滚！谁让你过来的？舅舅说阿娘可能会喜欢桂花糕，阿莲只是想让阿娘开心一点。阿莲，一个孽种，也配有名字？说了多少遍，不许叫我阿娘，再让我听见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我被扔了回来。不仅如此，在听到我和舅舅共乘一辆马车时，他让人把我丢下去。外祖父急着回府，跟外祖母汇报找到阿娘的消息，有舅舅庇佑，下人不敢动手。最后阿娘亲自摸过来，把我扔下马车。你只是个孽种，不配坐江家的马车，要么滚，要么爬下马车自己走。天边被墨色侵染，大雨倾泻而下。舅舅为我和阿娘起争执。阿姐，雨天路滑，本就难行，更何况阿莲还是个孩子，你让她下马车走着回府，这和要她的命有什么区别？怎么，百姓走得，她走不得？一条贱命，哪里这般娇贵？雨越下越大，两个人争执不下，围观的府兵窃窃私语。阿娘双目无神，还是能精准捕捉到我的位置。你想清楚，一个孽种跟我回侯府，当不了享福的表小姐。即便这样，你也要跟我回府。我要跟阿娘回府。我选阿娘之前，也并不知道阿娘曾经的身份。跳下马车时，我看见舅舅潸然泪下。阿姐，阿莲是个好孩子，你怎么就不能看见她的真心呢？真心？我只看见她趋炎附势的谄媚行径，真让我恶心。回府的路上，乌云蔽日，暴雨倾盆，从未停歇。幸而我从小在山上也惯了，又因为阿娘的关系，每日锻炼。起初我能跟在府兵后面，10几里、几十里，我落在后面。偶尔碰见几个好心的官兵，递给我水囊和干粮。这一路不知走了多久，从雨天走到放晴，我的意识逐渐模糊。晕倒前，一个身影将我托起，舅舅熟悉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阿莲，别怪你娘，任谁有那样的落差，都接受不了。风邪入侵，我染了伤寒，高热不退，我昏过去3天3夜。醒来时，阿娘和舅舅都在我床前。舅舅喜极而泣：老天保佑，阿莲醒过来了。阿娘嗤笑一声：真是祸害1000年。记住，这里是侯府，收起你小家子气的做派。阿娘挥袖离开。因为瘸了一条腿，阿娘的步态有些怪异，可她背影修长挺直，却不容人冒犯。舅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：阿姐性格骄傲，其实心中有你的。我垂下头，拉起舅舅的手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舅舅，阿娘会看见我，对吗？她会的。我被安置在云水院，是侯府最好的居所之一，身边配了4个丫鬟，2个嬷嬷，2个小厮。因为舅舅的看重和喜爱，下人对我还算恭敬，称呼我表小姐。我生病期间，舅母探望过一次，床前她抓着我的手，涕泪连连。好可怜的心肝肉，在外面一定受了很多苦，如今回到侯府，舅母一定会仔细照顾你。你表哥表姐在学堂脱不开身，他们让我替你问声好，有什么事就跟你表哥表姐说，让他们帮忙。一笔写不出2个将字，你的事就是舅母的事。她温柔贤淑，人人都知道
她是京中最贤惠的夫人，但我知道出了云水院，她就让丫鬟烧了今日穿的衣服，因为她嫌脏。阿娘说的没错，一个孽种当不了侯府享福的表小姐，人前笑脸相迎，人后唾骂嫌弃。在侯府得学会演戏，在侯府我吃穿不愁，日子却并不太平。阿娘回府后，她曾经的爱慕者纷纷上门探望，其中来的最频繁的当属裴之言。他是国子监司业，是大周最年轻的探花，也是曾经与阿娘许下娃娃亲的未婚夫。10年前，裴之言和阿娘定亲那日，偏偏阿娘留下一纸书信和游侠私奔，让裴家出了大丑。可裴之言其人，至诚至性，特别待阿娘时用情至深。阿娘离京这10年，他为阿娘守身如玉，不曾娶妻，更不曾纳妾。如今听到阿娘回府，他喜不自胜，送上拜帖探望，希望与阿娘再续良缘。因为裴之言的深情，京城人都赞阿娘是这世间命最好、福气最大的女子，赞她出阁前便名动京城，更艳羡她10年后还有裴之言这般芝兰玉树的才俊为她守身如玉。一时间送给侯府的拜帖数不胜数，无数王公小姐想要见阿娘一面，看看她的容貌风姿如何迷倒裴之言。送上侯府的拜帖都打了水漂，阿娘一个也没同意。很快流言四起，起初他们说阿娘狂妄自大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说如今的平阳侯府今非昔比，不知阿娘哪里来的脸面傲气。渐渐的，流言殃及到舅父舅母，连表哥表姐都受到排挤。直到后来，侯府下人说走了嘴，说如今的阿娘眼盲腿瘸，全然辱没了京城第一才女之名。京城人开始为裴之言惋惜，说她一腔深情错付。塞给阿娘的拜帖不减反增，爱慕裴之言的贵女想着法子要给阿娘难堪，逼她放手，不要耽误裴之言的未来。后宅内的斗争往往在口舌之上，兵不血刃。阿娘被流言刺激，精神不稳，发疯的时间又多了。外祖父大怒，说要彻查此事，发卖嚼舌根的家奴。查来查去，竟然查到我头上。乱嚼舌根的家奴不是别人，正是我身边的大丫鬟云锦。外祖父大怒，叫我到大堂问话。我到时，云锦被五花大绑，跪在地上求饶。看见我来，他像找到了救世主。小姐，您快救救奴婢，是您不满侯府不承认您表小姐的身份，指使奴婢宣扬小姐的过去，想借此机会逼侯府让您认祖归宗的啊。舅母闻言一脸痛色，指着我道：阿莲，侯府不曾苛待你，你为何如此贪婪，为一时之名陷侯府名声于不顾？你如此行径，让你表姐如何嫁人，又让你表哥如何与同窗共处？舅舅闻言给了舅母一巴掌。你在发什么胡话？阿莲年岁尚小，且回侯府一路，我与她相伴，再清楚不过她的为人。她再敬重阿姐不过，怎么可能为一虚名，陷害阿姐于不义之境？你再敢胡言，休怪我不给你留情面。舅母捂着脸蛋，若不是外祖父在场，险些跟舅舅打起来。大厅一片混乱，外祖父头痛异常，重重敲了3下拐杖，室内才恢复一片清明。阿莲，你如何解释云锦对你的指认？回外祖父，阿莲不曾做过有损侯府清明一事。对于云锦的攀咬，阿莲不认。舅母冷哼一声，你不承认就不是你干的。我恭敬地跪在地上，替自己辩解。一来，我来侯府不过1月，对于京城侯府的了解仅局限于后宅的一角，如何有本事搅动这么大的事？二来，因怕阿娘外祖父担心我是爱财之人，来侯府1月，我不曾领过月例。舅父私下给我的银钱，也被我买了礼物赠给表哥表姐，我哪来的银钱指使云锦替我办事？三来，流言发展时也影响到表哥表姐，我如何不能怀疑是舅母为了替表哥表姐解围，拉阿娘的就是挡灾？若外祖父相信云锦的一嘴空话，断定我是主谋，阿莲也不再解释。清者自清，牙尖嘴利，舅母咬牙切齿。阿莲当真冰雪聪明，不愧是阿姐的女儿。舅舅双眼放光。我自辩后，外祖父招来管事，
呈上来舅母给云锦在乡下老娘置办田产的地契。要处置舅母时，阿娘拦下了。事出有因，弟妹行事虽然偏激，可若没有她这祸根，也不会闹出这等丑闻。因为阿娘一番话，舅母免于处罚，而我被逐出云水院，搬去了一片荒芜的云轩阁。伺候我的丫鬟仆众也被遣散。阿娘说，一个孽种，侯府供他吃穿已是开恩，何须人伺候？若如此这般，还能闹出丑闻，那他当真本事不小。云轩阁荒芜破落，听说从前闹过鬼，外祖母便是受此惊扰，被吓到中风，后不幸去世。搬去云轩阁后，表哥表姐不免过来看热闹。表哥踹翻我的桌子，一个孽种，再敢惹是生非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表姐打烂我的花瓶。江安，不要仗着父亲宠你，就挑拨我父亲母亲之间的关系。一个不被侯府承认的表小姐，就是孽种。因为得罪了舅母，下人开始刁难我。一日三餐，我吃的是丫鬟送来的寒羹冷炙。就算闹到娘亲面前，她也不在乎，反而会鼓掌称快。慢慢的，送去云轩阁的都是些生事。在云轩阁，我生活清苦，梳洗打扮，一日三餐都要自己动手。一墙之隔，我总能听见表姐奚落的笑声。我并不理解表姐的嘲笑，毕竟这样的生活在虎头寨就是我的日常。我来侯府，从不是为了做表小姐。我在云轩阁开了一片菜地，跟后厨大娘要了一些菜种，种些萝卜青菜。没有丫鬟仆从，我反而自在。就这样种菜生活，偶尔去海棠院偷听表姐念书，或者翻翻阿娘的墙头，偷看她的近况。因为云锦的事，侯府发卖了一批丫鬟婆子，娘亲身边的看管比从前严了很多。裴之眼还是3天2头过来找阿娘叙旧，每次都带些京城流行的小玩意，或是蝴蝶风筝、小兔布偶、憨态可掬的瓷娃娃，或是在百味轩排了1-2个时辰的糕点。纵然阿娘不怎么理会她，她每次拜访都是笑意盈盈。她说阿娘从前受了太多苦，她想给她往后余生的甜。可阿娘不爱蝴蝶，喜欢苍鹰，不喜小兔柔弱，更爱老虎勇猛。她更厌恶那些甜腻腻的糕点，说吃了会让她倒胃。裴之言喜欢阿娘，却对阿娘的喜好并不清楚。而阿娘因为裴之眼，又成为了京城茶余饭后的谈资。不知是谁把阿娘的现状传了出去，说她现在不仅眼盲、腿瘸、精神疯癫，早已不是当初的第一才女。说阿娘碰见裴之眼这般芝兰玉树、一往情深的痴情人，不知道珍惜，还成天给他冷脸看，真是不知所谓。对于阿娘的指摘，由城外转到了府内。起初是舅母说小话，表哥、表姐发牢骚，到最后就连外祖父也被说动，私下劝娘亲多和裴之言走动走动。外祖父是个慈善的父亲，他觉得娘亲前半生颠沛流离，所托非人，实在辛苦。他希望娘亲能找到一个爱她的、值得她托付终身的男子。为此，外祖父托媒人相看，暗中考察了不少男子，不是品貌不端，就是3妻4妾。更有甚者，暗中讥讽娘亲，说她是残花败柳之身，别说娶她为妻，就是做妾，都对不起家中列祖列宗。次日，这个说娘亲小话的就被人申了一本，说她宠妾灭妻，有失章法。唯一青楼女子与人械斗，有损官威，洋洋洒洒2000字，言辞犀利，把那人喷了个狗血淋头。圣上重情重孝，闻言大怒，将那人连贬3级，外放蜀地。上表陈情弹劾那位口出狂言之徒的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裴之眼。此事一出，外祖父心中对裴之眼的喜爱多了几分，他大力撮合阿娘和裴之眼在一起。某次，我撞见醉酒的外祖父牵着裴之眼的手，郑重其事：“之眼啊，老夫考察你良久，知道你最是重情重义之人。明月前半生不懂事，吃了很多苦。若得明月开口，老夫便为你和明月的婚事谋划。虽然老夫年事已高，可在朝中也能说上2句话，只盼你日后官途鼎盛之日，莫要像被陛下外放的蠢人那般欺辱明月。”外祖父提起阿娘，眸中泪光闪烁。裴之言已然跪地，对天起誓：承蒙平阳后抬举，裴某不才，若能得明月为妻，
必将珍之、爱之、怜之、敬之，此生不纳妾，不二娶，愿与明月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好好好，老夫果然没看错你。外祖父大喜，又捉着裴之眼喝光了2壶酒。裴之眼得到了外祖父的许可，再得到阿娘的认定，变成了这门亲事。只是阿娘是裴之眼平生所遇之人中最冷心冷情的女子，不管从前还是现在，阿娘都是个极有主见的女子。她不认可的事，任谁来说都不顶用。听到外祖父有意将她许配给裴之眼时，阿娘脸色不见任何喜色，她只是冷淡地问了外祖父一句：女儿遇人不淑，前半生已被贼子辜负，沦落至此，你想让女儿重蹈覆辙，上演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剧吗？外祖父一脸悻悻，京中流言四起，你的身体本就落了病根，阿爹身体大不如前，不知还能护你多久。若不找个裴之眼这般可信之人，将你托付于他，倘若阿爹他日终老，又有谁能护你周全？阿娘沉默良久，最后她只问了外祖父一句：阿爹怎知裴之眼是可以托付终生之人？是与不是，你且看他表现。外祖父以为阿娘被他说动，兴奋地留下这一句。那日之后，裴之眼往来侯府愈发频繁，他每日拜访都会带来百味斋新鲜出炉的糕点，彩蝶轩最时兴的首饰，还有时下最流行的小玩意。他会温柔地牵起阿娘的手，向阿娘承诺愿意当她未来的盲杖，陪她阅尽万水千山。一开始，阿娘会把裴之眼送上门来的礼物扔出去，更禁止身边的丫鬟婆子谈起裴之眼这个人。日复一日，便是火做的人也会被阿娘这般的冷心冷情扑灭。可裴之眼则不然，他心志坚定，非阿娘不可。1日不行便3日，3日不行便5日，5日不行便7日。侯府上下没有一个不夸裴之眼，不厌谢阿娘的好命，也因此为阿娘招惹了不少口舌是非。恋慕裴之眼的贵女闺秀们更肆无忌惮谈论起阿娘的是非，有一次竟然说到我身上。他们说纵然阿娘配不上裴之眼的喜欢，因为她隐瞒了一个真相，说阿娘不仅是残花败柳之身，更生下一个孽种。我入府之时并不招阿娘待见，走的是侯府后门，入侯府没几日便被赶去荒芜一片的云轩阁。又因云锦之事，侯府仆众口风极严，应当没人会注意到我。但事实就是我这个人尽皆知的孽种被曝光了身份。闺秀贵女们觉得如此这般，裴之眼应该会放弃阿娘这种虚伪狡诈、满嘴谎话的女人。毕竟一个前途大好的才子，没必要为了阿娘这种不贞不洁的女人做一个孽种的继父。可裴之眼是个异类，他恋慕阿娘，对于被称为孽种的我也是爱屋及乌。他写了一篇赋为阿娘平反，言辞恳切，写满对阿娘的心疼和敬重。赋中所言，女子落入贼人之手，存活本就不易，为其生子更为逼不得已。如今上天垂怜，侥幸不死，已是天佑。阿娘万幸逃脱于虎狼之口，难道要因今日口舌之言悬梁投井，以示忠贞吗？此赋一出，声讨阿娘的闺秀们自觉羞愧，更敬仰裴之眼品性高洁。更有甚者，写诗赞颂裴之眼和阿娘的感情，恭祝此二人早日喜结连理。不仅如此，裴之眼的情意更惊动了宫中的皇后娘娘，她赐下锦绣霞帔，祝福阿娘觅得良缘。阿娘也被裴之眼的情意打动，一改往日，和他一起出游，赏花游湖，好似一对历经千难万险的神仙眷侣。如此一来，横亘在阿娘和裴之眼之间的我，变成了那个碍眼的拦路石。我的日子比从前难过了些许，总有些讨人厌的丫鬟在我面前怂恿，说什么我要是你，便知情识趣一些，早日以死谢罪，全了大小姐的幸福。一个孽种，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福气，遇见裴大人这般举世无依的善心人，倒不如识趣些，自我了结，也省得日后难堪。大小姐给了你一条命，如今也到你报答的时候了。像这种话，我过耳即忘，理都不理。某日被舅舅听见，他使人罚说小话的丫鬟们一顿板子，并罚了舅母治家不严之罪。因为3个月后阿娘和裴之眼要准备婚事，
暂时没有剥夺舅母的管家之权，只是警戒教育一番。舅舅也惩罚了在其中出力的表哥、表姐2人，罚他们禁足1月，每日到祖祠前罚跪1个时辰。舅舅又把我从云轩阁接到了如霜院。他说，若是阿莲担心在裴府的日子，便留在侯府安心做表小姐。我侯府虽不像往日势大，也不至于养不起一个小姑娘。我的日子因为舅父的一番话又好了起来。感谢裴之眼的扬名，我在京城也算小有名气。我偶尔也会出门采买些小玩意，每次都会乔装打扮一番，免得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裴之眼和侯府或许可以看在娘亲的面子上，接受我的出身，却不能接受一位频频惹事的表小姐。所幸我的打扮技术很好，出侯府10次，9次都不会被人发现。便是出现在裴之眼身旁，他也只会当我是一个沿街要饭的乞丐。而我由此发现了很多秘密。京城西大街有一条杏花巷，巷子里住着好些貌美的姑娘。周边的小乞丐说，这是京城达官贵人们豢养外室的场所。而我在这儿看到了裴之眼和一位貌美的男子拉拉扯扯，不止一次。在这座院子里，我看到了裴之眼前所未有的一面。他脸上露出像从前讥讽过娘亲的贵女们的表情。玉郎，莫生气，我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你才是我的心上人。像江明月那般残花败柳之身，别说娶她为妻，便是贬为洗脚婢，与你为奴，我都嫌弃她脏了你的眼睛。玉郎莫哭，哭得我好心疼。江明月一个瞎子，怎配得上与你相提并论？待我与他成婚那日，玉郎便扮作我的小厮，随我一同拜高堂，入洞房。玉郎，我的好玉郎，你仔细想想，娶江明月这个瞎子，他看不见，自然无法得知你我的情事，在他眼皮子底下恩爱，岂不刺激？房内响起一阵不能明说的声音，很放荡，简直脏了耳朵。好在离阿娘的婚期还有3日，我还有机会揭发这个贱人的真面目。府中，我与舅舅关系最好，我自然将此等秘闻讲给舅舅听。舅舅听完，勃然大怒：庶子，他怎敢做出这种丑事？阿莲莫慌，喝杯茶压压惊，舅舅定当劝阻你阿娘退掉这门亲事。因为是舅舅，我并未设防，谁知茶水一下肚，我顿时腹如刀绞。茶水有毒，我撑着最后一口气问他为什么。此时的舅舅眼里全是漠然。阿莲，你和你娘亲一样聪明，只可惜你知道的太多了，做个蠢人不好吗？舅舅找来裴之眼，一同商议今晚之事。裴之眼是个胆小的伪君子，他上前试了试我的鼻息，便下软了身子。你杀人了？杀人？你知不知道这个孽种已经知道和那小官的丑事，若不是我帮你清除尾巴，他日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你裴之眼好南风，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。最重要的是，你为了造势，全京城甚至皇后娘娘都知道你情深一片。倘若此事曝光，你觉得愚弄娘娘会是什么下场？到那时，别说你的功名利禄会毁于一旦，便是路边的乞丐也会过来站在你头上拉屎。可她是平阳侯府的表小姐，这么失踪，岂不会让人怀疑？一个孽种罢了。我已经想好了后手，待到那日，你我便这般。时间很快来到裴之眼与阿娘大婚当日，皇后娘娘被裴之眼的深情打动，特意派了内侍大总管前来观礼。迎亲、催妆、拦门、上轿、送嫁，有条不紊。只是到了拜堂之时，变故突生。我身边伺候的大丫鬟云雀突然跳出来，跪地请冤。我家小姐虽出身卑微，可心地赤诚，如今惨遭毒妇之手，九泉之下，实难安眠。云雀自知人微言轻，恳请各位大人明察，还小姐一片公道。退下，今日是平阳侯府大小姐大婚之事，岂容你等造次？舅舅挥手让人拖云雀下去。圣上明察秋毫，今日云雀便是一死，也要为小姐讨回公道。云雀说罢，起身撞柱。新婚之日，血溅当场。今日来往宾客都是京中有头有脸之人，更何况还有大总管在场，案情想压也压不住。婚事进行一半，
大总管开始受理云雀所告之事。好在云雀医治及时，并未丧命。堂下所贵何人？你今日为谁申冤？又是所告何人？有何证据？禀明，若有虚言，本官绝不容情。奴婢云雀，今日为平阳侯府小小姐江莲申冤，所告之人为小小姐生母江明月是也。侯府中人尽皆知，小小姐是大小姐流落在外，被贼人逼奸所生的孽种。自小小姐入府之日，大小姐从未给过小小姐一点好脸色，对于小小姐的衣食住行，更是苛责寡待。如今大小姐幸得良人，嫁与裴公子，便觉得小小姐碍眼，遂派人除之，弃尸荒井。奴婢侥幸看见此事，便想为小小姐申冤。若大人不信，可向小侯爷甚至裴公子求证，看看大小姐是否虐待小小姐。大总管闻言，看向舅舅和裴之眼，云雀所言是否属实？禀大人，家姐确实待外甥女有些苛责，只是裴公子对家姐之心，京城人尽皆知，裴公子都不在意外甥女的出身，家姐身为人母，又怎狠心下的去毒手？是啊，大人，明月性子只是有些高傲，不是这等心狠手辣之人。云雀闻言，却道：大人明鉴，此前奴婢意外救下一人，此人乃是虎头寨的幸存者。他曾对奴婢说过，大小姐曾是虎头寨人尽皆知的毒妇，因为讨厌小小姐，从小小姐出生之日算起，大小姐共杀了小小姐107次，好在小小姐吉人自有天佑。奴婢本想小小姐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谁想还是亡于大小姐之手。大总管又传召了云雀口中的人证曾二牛。曾二牛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阿娘杀我的种种经历。话落，裴之眼恨恨摇头，指着阿娘：明月，我怜你此前遭遇，却不想你竟心黑至此，你当真让我失望至极。舅舅更是泪流满面：阿姐，阿莲不过才7岁，你怎狠心下得去手？堂下之人也是瞠目结舌，世间竟有如此歹毒之人，虎毒不食子，平阳侯府大小姐竟然狠心至此，事情也不能听一面之词吧？不需要给平阳侯府大小姐辩驳的机会吗？大总管轻咳2声，大堂复安静下来。江明月，你可有话要说？阿娘昂首，身姿挺拔，好似轻松。她没有为自己辩驳，而是反问外祖父：阿爹，你可信我？回应阿娘的是外祖父的久久沉默。阿娘自嘲一笑：阿爹，你还是一如既往。阿姐，你谋杀亲子，杀人乃是重罪，在国法面前，便是皇亲国戚也要遵守，何苦为难阿爹？杀人是重罪，便是皇亲国戚也要遵守。那你醉酒奸杀我的婢女云檀，怕走漏风声，将她一家9口尽数杀害。不想你杀人之时，被云檀的未婚夫孟尝撞见，又派人灭口。不想计谋败露，孟尝拼死将证据交于我手。你担心我向衙门告状，趁我不备，给我下了失心散，又毒瞎我双眼，将我卖到虎头寨。10年后，侯府人发现我遗失的信物，查到虎头寨，你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虎头寨214口。江莲发现裴之言与小官通奸，金屋藏娇，因为信你，将消息告知于你，你趁势给他下毒，扔进云轩阁枯井之中，又买通云雀，以其母性命相逼，让他在堂上指证我，一来陷害，二来保全裴之眼名声，如此奸恶之徒，又该处以何等刑罚？话落，满堂皆惊。裴之眼被戳中痛处。什么小官？明月，我一心待你，却不想你为了逃脱罪名，这般污蔑于我。阿姐，我知你10年遭遇，心性大变，却没想到你居然狠心至此，竟然连江家名声都不顾了。外祖父闻言，身形一颤，拖起阿娘的胳膊：明月，你休要胡言。阿娘冷笑一声：我胡言，那他呢？话落，我摘下身上伪装。对不起啊，舅舅，我没死，让你失望了。3岁起，阿娘就让我学读，舅舅那点雕虫小技，我都懒得提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一场喜事竟成了大凶之事。裴之眼和玉郎的事儿闹得人尽皆知，他从前靠踩着阿娘赢得的美名毁于一旦。陛下和娘娘并没有追究裴之眼的愚弄，
只是罚他在家中闭门思过3个月。不想半年后，裴之衍被人揭发科考舞弊，被夺官流放岭南。裴之衍流放那日，昔日爱慕他的闺秀们叮嘱官差好好照顾他一路。听说裴之衍到岭南时已去了半条命。半年后，裴之衍去世，被扔到乱葬岗，尸骨无存。至于舅舅杀人之事，早已移交大理寺处理。如今证据确凿，被判处剐刑。舅舅行刑前一晚，阿娘带着我去狱中探监。彼时舅舅狼狈，只一双眼发狠地瞪着阿娘。江明月，你为什么不能安分守己一些？不就是一条贱命，偏要向阿爹揭发我？真拿自己当青天大老爷了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眼盲腿瘸的疯子，没有哪个男人会要你。你以为我会被处以极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想错了，阿爹会救我的。你不知道吧？当初我造谣你跟游侠私奔，阿爹和阿娘都发现了其中端倪。可他们为了我，为了侯府，没有一个人为你洗清谣言。早在你失踪第3年，阿爹就通过信物发现了你的行踪，但那时你刚生下那个孽种，他担心影响侯府名声，才装作不知情。江明月，你在虎头寨的经历，阿爹知道，阿娘也知道，但他们没有一人想着去接你。江明月，纵然你才智无双，可你到底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可怜虫。舅舅发疯般吐露出这些年对阿娘的不满，但阿娘并不在意，她神情悲悯，只轻轻说了一句：江明堂，阿爹昨日中风，没办法接你了，明日千刀万剐的极刑，只好你亲自承受了。记得下辈子投胎离我远些，不然被我发现你做畜生，见一次杀一次。阿娘就这样轻飘飘地摧毁了舅舅的希望。尾声，舅舅行刑当日，阿娘在外祖父床前尽孝。阿爹，明堂今天行刑，您没办法观礼，所以女儿特意给你带了明堂身上的肉。女儿知道您和明堂最是父子情深。至于您最在意的侯府，也请您放心，明堂死后，侯府会交给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，用不了5年，侯府就会被败光。外祖父瞪着阿娘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3个月后，外祖父撒手人寰，阿娘和我被赶出侯府。被赶之前，我顺手带走了侯府10万两白银，沿途捐给一些善堂，积德行善。外祖父死后，我叫回了自己的本名。阿娘早就为我取好了名字，飞鸿，江飞鸿。从小，阿娘就跟我说，与其期待上天垂怜，不如坚信事在人为。我随着阿娘到江南开了一家药铺，专为闺中妇人治病。这里没人叫我孽种，他们都叫我江大夫。番外一秘密，外祖父去世前，舅母曾经花重金策反过我。天可怜见，阿莲跟那毒妇身边，活得那般艰难，不如投靠舅母，待他日侯府东山再起，舅母给你找个好婆家。我笑着接过了舅母的银钱。李府那日在他的汤饮中下了一副口舌生疮的毒药。世人真蠢，我的阿娘是曾经冠盖京华的第一才女，她有不时之才。若真想要一幼童性命，我早死过1000万次。我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我命硬，而是阿娘不曾真心杀我。她以杀我之名，教我躲过人生难防的明枪暗箭。只是阿娘教错了一点。她曾说，流言蜚语是世间杀人最毒的刀，其实不然，亲人背叛才是。番外2，江明月。江明月前半生顺风顺水，风头无两，直到云潭身死，他为其申冤，才发现自己这一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骗局之中。爹娘的疼爱不过是诱骗他成为一柄淬炼弟弟的刀。纵然他发现裴之衍好男色，将证据呈于父母面前，但退婚的提议还是被搁置了。因为裴之衍祖父曾救过他阿爹的命，他宣扬裴之衍丑事，与裴家退婚会害阿爹落个不仁不义的名声。江明堂对他做的事，阿爹知道，阿娘也知道。他生产之时闻到过熟悉的香气，那是他12岁时为阿爹亲手调制的幽影香。他失踪第3年，身边多了个照顾他、帮他默默调养身体的婆子，那是他阿娘身边懂药理的夏嬷嬷。江明月便知道，阿娘也清楚他的下落，清楚照顾却不问罪。他们的爱
也仅此而已。阿娘终究心软一些，她死前叮嘱夏嬷嬷要接她回家，这一等便是5年。从被爹娘舍弃那刻起，这世上再没有平阳侯府大小姐，只有一个从地狱中爬回来试图覆灭全家的恶鬼。5年来，江明月变了很多，就连江飞鸿那个小东西都不知道，他真的想要了他的命。只是那双软绵绵的小手牵着他叫阿娘时，他心软了。最后一次背叛的机会，他给了江飞鸿，江飞鸿没要，所以这世上少了一桩惨案，多了一对再普通不过的母女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